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写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制作秘密花园系列淡雅青珠小开山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件衣服分为后片、左右前片、袖子、门襟、花边和胸针这几部分。先钩织后片，分为身体和胸片。先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身体，然后钩织胸片。胸片先在腋下减针，然后不加不减钩织。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用线随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及制图解。挂好线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钩锁针。注意这里锁针不要钩得太紧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身体第一行，这一行从左向右看图解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一针，然后在倒数第二针锁针上挑半针钩一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下方跳过3针，继续挑半针钩一针短针，后面继续跳过3针钩短针，短针左右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钩完这一行，最后一针短针完成后，第一行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第二行，这一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算作一针长针，对应下方的短针，继续钩2针锁针过渡，逆时针翻面，在下方锁针洞眼里钩一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下一个洞眼里钩一针短针，接着在左侧锁针洞眼钩3针长针，3针锁针和3针长针。下面在左侧4个锁针洞眼里分别钩一针短针，之间5针锁针过渡。完成后看一下，我们将长针及之后的针法当做一组，后面就是循环这一组的钩法往下钩织。
最后两针锁针完成后，在下方短针针目上钩针长针，注意反面时针目在左上方。第二行完成，我们将这一行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。接着钩第三行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下方长针上钩织短针，5针锁针，下移动眼钩短针，左侧长针上对应钩3针长针，5针锁针，左侧锁针动眼钩1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长针上对应钩3针长针，左侧3个锁针动眼，分别钩短针之间5针锁针过渡。我们将上一行一组针法上钩织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对照图解钩完这一行。最后针短针钩在起立针上，这里可以从下往上找到第3针锁针，挑2根线钩织。第3行完成，继续钩第4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2针锁针过渡，翻面，锁针动眼钩针短针，左侧长针上钩1针长针3针并1针，先对应钩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。第1针完成，继续再钩2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3针并1针完成。继续在左侧2个锁针动眼里分别钩短针，左右5针锁针过渡。完成后，在长针上再钩1针长针3针并1针，先钩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3针并1针完成。左侧2个动眼继续对应钩短针之间5针锁针过渡。继续对照图解钩完这一行。
第4行完成。下面勾第5行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调针目，勾一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左侧5针锁针动眼里勾一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下一动眼勾一针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先勾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依次穿过，长针3针的枣形针完成，后面简称枣形针，继续勾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再勾2针枣形针，之间3针锁针过渡。完成后勾2针锁针，下方锁针动眼勾一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往下钩织。最后一针短针完成后，第5行完成，继续勾第6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2针锁针过渡，翻面，调5针锁针动眼和枣形针的针目对应钩短针，之间5针锁针过渡。注意，枣形针的针目在左上方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勾完这一行。最后一针长针完成后，第6行完成。身体后面的行数继续对照图解往返钩织，注意花样形成交错的效果。针法的入针位置不要勾错。小马身体最后一行首尾位置的锁针数，注意对照图解钩织。大家对照图解将身体勾完。注意勾完第6行后，可以测量一下织片尺寸，与图纸给出的数据比对一下。如果相差较大，需要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，以免影响成品尺寸。身体完成后，继续钩织胸片。这里大小马第1行的针法不同。这里我以大马为例，演示一下钩法。先钩第1行，开始需要渡线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团或织物从线圈里穿过。拉紧，翻面，接着对照图纸找到第1行的开始位置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调整渡线，使其贴合织物，这样渡线就完成了。接着对照图解钩织这一行，小马注意对照图解钩织。
最后一针完成后，剩余部分不钩织，这样大码第一行就完成了。胸片后面的行数继续对照图解钩织，遇到肚线的位置，按照之前的演示图线。大码还会遇到新的针法，长长针和长针减针，具体钩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学会后对照图解钩织即可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结尾钩织长长针的一行。开始起立针是4针锁针，后面在起立针上钩织时，注意找到第4针锁针钩织。大家也可以直接挑动眼进行钩织。大码边缘针法入针位置，注意对照图解钩织。具体新针法的钩法，请参考视频演示。长长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左侧针目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，还剩3个线圈，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，还剩2个线圈，绕线，穿过剩余2个线圈，一个长长针完成。这就是长长针的钩织方法。长针减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左侧针目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接着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。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接着钩第2个，钩针绕线，穿入相邻针目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。这是第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，一针长针减针完成。这就是长针减针的钩织方法。胸片最后一行完成后，断线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线头剪断。拉紧，这样后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左右前片，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，都是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往返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引拔针、锁针3针的高压拉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织右前片，起针开始先钩6针锁针，然后锁针辫子对着自己，挑第1针锁针外侧半针，钩一针引拔针，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1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1针锁针过渡，锁针动眼里钩7针长针，之间1针锁针过渡。起针的线头一起收进去。完成后，第1行就钩好了。我们将这一行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。继续钩第2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2针锁针过渡，翻面，在锁针动眼里钩一针长针，
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3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长针针目的前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和下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这样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狗牙拉针。继续钩2针锁针，在锁针洞眼钩一针长针，一个狗牙拉针，先钩3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狗牙拉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钩织。最后一针长针钩在起底针上，第2行完成。后面的行数继续往返钩织，遇到在短针上钩织狗牙拉针时，转入短针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织引拔针即可。后面继续往返钩织，注意小码从第13行开始，中间的锁针数变为6针。大家钩织时注意不要钩错，大码同样注意锁针数量的变化。往返钩织过程中还需要断线，在对应位置接线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小码第16行的接线。先断线，翻面，找到对应的接线位置，将线打一个结，将线圈勾出，调整一下，接线完成，然后对照图解钩织对应的针法即可。注意早进针下面一行短针的入针位置需要对照图解，边缘和中间的短针入针位置有所不同，大家注意不要勾错。第16行完成，继续钩第17行。结尾在对应位置引拔，然后断线。第17行完成，继续在下一行开始位置接线就可以。后面小码第21行完成后断线，继续在正面接线钩织，后面继续往返钩织，形成领尖位置。大码同样在对应的行数断线接线，最后断线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右前片完成。这里的线头全部钩到反面，然后顺着纹理藏好。
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再剪断多余线头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右前片就讲解完了。左前片开始的钩法与右前片类似，钩织过程中不需要断线。小马第22号直接返回沿着边缘钩织，然后往返钩织肩部即可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这样左右前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袖子分为袖身、袖衫和袖边。袖身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，在边缘通过针法变化进行加针。袖衫接着往返钩织，开始注意度线，后面在两侧通过针法变化减针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完成后，将袖身侧边拼接起来，这里在反面钩织短针进行拼接，短针之间钩尾针锁针进行间隔，具体锁针数大家可以根据喜好进行调整，保证织片拼接平整，没有较大漏眼即可。具体拼接方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下面演示用短针和锁针的方法连接两个织片，将两个织片正面相对，反面朝外，重叠放好。钩针穿入两个拐角位置的起针处，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锁针过渡，锁针的数量参考图纸，这里钩3个锁针，接着穿入左侧位置，注意同时穿入前后2个织片，钩一针短针，再钩锁针过渡，然后同时穿入2个织片，钩短针，继续钩锁针和短针，注意前后2个织片对齐，不要错位。短针的入针位置不固定，只要钩织过程中保持织片平整即可。继续将这条边连完。完成后断线，这样这条边就连接完成了。这是正面看到的效果。袖身拼接完成后，下面钩织袖边，在袖身起针处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、短针正拉针和中长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第1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找到袖身起针处，在拼接左侧锁针窦眼里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锁针窦眼里钩4针短针，
继续调锁针动眼，分别钩对应数量的短针。注意，不同尺码每个动眼的针数不同，大家可以对照图解钩织，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针数。注意总针数要是12的倍数。继续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引拔结束。第一圈就钩好了，下一圈需要换线，这里断线。接着钩第二圈，在上一圈引拔入针位置接线。钩3针锁针，左侧跳过5针，钩一针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，先在同一位置钩4针长针。完成后放开线圈，钩针穿入第一针长针针目，将线圈钩出，织物向前顶起，再钩一针锁针固定。一个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爆米花针。继续钩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针爆米花针，先钩4针长针。穿入第一针针目，将线圈钩出，再钩一针锁针固定，爆米花针完成。再钩3针锁针，左侧空5针，钩一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。我们将已钩织的部分当做一组，后面按照这一组的钩法钩完这一圈。结尾引拔针钩在接线位置，断线。第二圈就钩好了，接着钩第3圈，在上一圈结尾引拔入针位置接线。然后按照第2圈的钩法钩织。注意爆米花针钩在这样的锁针洞眼里。2个爆米花针之间是4针锁针过渡。3针锁针后，引拔针钩在上一圈引拔的入针位置。后面按照这一组的钩法，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，注意锁针数不要钩错。
结尾同样勾在接线位置，最后断线。第3圈完成，最后勾第4圈，在上一圈线头右侧这个锁针动眼里接线，第1针锁针起立，接着调上一圈引拔针，勾1针短针正拉针，在前方从右往左挑起引拔针，注意穿入第2圈这样的动眼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短针正拉针完成。接着在上一圈左侧锁针动眼里勾1针短针，1针中长针，3针长针，1针中长针和1针短针。我们将锁针动眼里勾这针法当做一个花边，后面挑这2个锁针动眼，分别勾1个花边。到了引拔针位置，勾1针短针正拉针，在前方从右往左挑起引拔针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短针正拉针完成。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在引拔针位置勾短针正拉针，其余锁针动眼对应勾花边，勾完这一圈。最后在开始的短针正拉针针目上引拔，断线，线头均在反面藏好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绣边就讲解完了，袖子也讲解完毕。下面学习门襟分为左右门襟，都是先钩织花片，然后分别与左右前片边缘连接起来，同时连接后片，最后将前后片和袖子连接起来。先学习花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手指绕线，环形起针，完成后开始钩第1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在起针动眼里钩8针短针，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线头，
最后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引拔结束。如果分不清楚，可以从后往前数针目。拉紧。第一圈完成，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。接着钩第二圈，先钩一针特殊的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算作一针长针，在下方引拔的入针位置再钩3针长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取下钩针，穿入起立针最上方，这样的锁针，将线圈勾出，再钩一针锁针固定，一针特殊的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就钩好了，一针锁针过渡，在下一针目再钩一针爆米花针。一针锁针，后面继续挑针目，对应钩爆米花针，之间一针锁针过渡。最后一针锁针完成后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结束，断线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第二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，在上一圈线头右侧锁针洞眼里接线，2针锁针，左侧锁针洞眼钩一针爆米花针，2针锁针，合一针爆米花针。继续钩2针锁针，在下一洞眼引拔，后面按照这一组的钩法钩完这一圈。结尾引拔针钩在接线位置，断线。第3圈完成，最后钩第4圈，在上一圈引拔入针位置接线。
在左侧锁针洞眼里勾一个花边，接着在爆米花针中间锁针洞眼里勾一个花边，只是中间的长针为4针。我们将这一位置的花边当做这一圈的一个角，接着在左侧锁针洞眼里勾一个花边。引拔入针位置再引拔一次。下一洞眼勾一个花边。我们将这2个花边和中间的引拔针当做这一圈的一条边，后面就按照角和边的勾法勾完这一圈。最后补足这一条边。断线。线头在反面藏好。第4圈完成，一个花片也勾好了，可以测量一下尺寸。如果与图纸给出的尺寸相差较多，需要调整手松紧重新钩制，以免影响成品美观。大家将需要的花片完成。花片勾好后，下面进行连接。这里左右门襟的连接顺序稍有不同，方法是一样的。右门襟从上方开始，先连接花片与右前片侧边，然后返回沿着花片钩织，最后与后片连接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连接方法。先连接右门襟第1个花片，这里我以小码为例进行演示，大码可以学会方法后对照图解连接。织片正面朝上，找到角位置，右侧第2针长针，从后方穿出针目，左侧针目穿入，挑起这样2根线接线，然后钩3针锁针，将右前片正面朝上，在最后一行边缘短针针目上引拔。这里注意将织片全部正面朝上，线放在针的前方，穿入针目，从左侧引拔，
这样连接位置会比较美观。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进行引拔，想要后面引拔方法随机。然后钩3针锁针，回到接线位置，在同一位置引拔。这样脚位置就连接好了。接着钩3针锁针，在右前片最后一行锁针动眼里引拔，注意线的位置，旋转织物进行引拔。3针锁针，回到花片上，在边右侧花边的中间一针长针上，从后方穿出针目，左侧针目穿入，挑起这2根线引拔。3针锁针，右前片倒数第3行，边缘锁针动眼引拔。3针锁针，花片边的左侧花边上穿入中间一针长针，这样2根线引拔。后面边的位置连接均是挑花边中间一针长针这样的2根线引拔。脚位置都是挑第2针长针这样2根线引拔。后面就不重复提醒了。继续钩3针锁针，在右前片下一个锁针动眼引拔，注意不要连接到这针长针上。具体连接位置大家可以参考图纸。3针锁针，这样边的位置就连接好了。下面再连接这个角，在第2针长针位置引拔。3针锁针，右前片下一行长针上引拔。3针锁针，回到之前的位置，再引拔一次。脚位置连接完成。后面与前片连接的边和脚位置都按照这样的方法连接。下面到了下一条边，先钩6针锁针，左侧花边上连接，再钩5针锁针，后面暂不连接，取出第2个花片，正面朝上，2个花片反面相对，穿入第2个花片边的左侧这个花片连接。3针锁针，在第1个花片6针锁针动眼里引拔连接。
3针锁针。这样就完成了这2个花片半条边的连接。接着是角位置，按照之前的方法连接。注意花片相连的角在同一位置连接。穿入右前片上一个角连接的入针位置，注意不要勾错。完成后，继续连接这一条边和这个角，方法与第一个花片对应位置相同。前片上的连接位置注意参考图解。完成后钩至这半条边，也就是6针锁针。连接5针锁针，下面连接第3个花片，方法与第2个花片相同。半条边连接完成后，角位置连接在同一洞眼。完成后，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对照图解，将右门襟的花片连接完成。最后一个花片，第2个角连接在前片这个角位置。下面钩这一条边，这里不需要连接，引拔针之间钩6针锁针即可。
脚位置同样勾6针锁针。下一条边和脚也不需要连接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钩织完成。到了最后这半条边，先钩6针锁针，花边上连接，再钩2针锁针，左侧这个5针锁针洞眼里印拔，2针锁针，连接到倒数第2个花片上的花边，3针锁针，连接下方这个6针锁针洞眼，3针锁针，这样这半条边就连接好了。脚位置与最后一个花片这个脚的洞眼进行连接。接着按照最后一个花片的钩法，钩这一条边和脚，然后补齐这半条边。连接中间5针锁针，继续补齐这半条边。同时连接，脚位置继续连接，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花片剩余的边和角，同时与对应位置连接。钩完第一个花片侧边这一条边，脚位置需要与后片对应位置连接，取出后片，
反面相对。对照图解，找到对应的锁针动眼，进行连接。方法与之前相同，边的位置继续连接。角位置在之前的接线位置引拔，3针锁针，连接后片最后这个位置，3针锁针，在前片边缘引拔，断线。这样右门筋就连接完成了。接着我讲解一下左门筋花片的连接。这里从最下方这个花片与前片最下方对应的这个位置开始接线连接。具体边和角的连接方法与右门筋相同，两个花片相接的边同样只连接一半。连到最上方这个花片这个角位置断线，然后在前片边缘这个位置接线，连接后片对应位置与第一个花片这一条边和角，最后补齐花片剩余的边角，并在角和相接的边位置进行连接。最后到开始接线位置断线，线头均在反面藏好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左门筋完成。大码门筋的连接顺序与小码相同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其完成。下面将前后片侧边连接起来，这里后片还需要与门筋的花片连接，连接方法与花片与前片边缘连接方法类似，分别挑大概位置钩织引拔针，之间3针锁针过渡，具体入针位置没有要求，最终织片平整对接就可以。腋下位置和侧边要对齐，具体连接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行与行之间的拼接方法。将织物正面朝外，需要拼接的位置对应。可以从起针一侧拼接，也可以从末端一侧拼接。先在前方织片最右侧一行边缘位置接线，这里如果是起针处，可以挑入针位置接线；如果是结尾处，挑起列针上方或针目接线。然后钩锁针过渡，
这里所针的数量，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所针数越多，拼接位置的宽度会越大。想让这里勾一针所针，在后方织片边缘对应位置引拔。不拉紧，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整连接的针法，比如换成短针。想让这里都用引拔针，继续勾锁针。回到前面织片，调合适位置，也就是勾完锁针后大概能够到达的位置。锁针数较多，则拼接间隔可以稍微加大。想让这里调这一行，边缘一针拼接，继续勾锁针，在后方织片对应位置引拔，继续按照这种方法拼接。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拼接位置，保证织片均匀平整对接。最后边缘位置不要忘记拼接。保证织片侧边对应，最后断线藏线。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行与行之间的拼接就讲解完了。侧边连接完成后，将袖子袖衫位置与前后片袖洞位置连接起来。这里在反面按照袖子侧边拼接的方法勾短针连接。连接之前可以将袖身的拼接位置与前后片腋下连接位置居中对应，袖衫中间与前后片肩部连接位置对应，两侧多找几个点固定，保证织片均匀对接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将其拼接完成，这样门襟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在后片起针处，门襟侧边及后领位置绕圈勾至花边，勾法与袖子的袖边勾法相同。为了门襟两侧花纹对称，可以在后领居中位置接线，后领调锁针动眼，勾短针，花片位置角的位置勾3针短针，边的洞眼里分别勾5针短针。前后片侧边的拼接位置勾3针短针，后片起针处每个洞眼勾4针短针。最终勾出的总针数是12的倍数，大家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短针的入针位置，保证织片平整，最后总针数为12的倍数即可。后面的圈数就按照袖边对应圈数的勾法勾织，大家对着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按照喜好佩戴胸针即可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讲解完毕。
如果大家在购置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速速解答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